嗨，大家好。近日，一位在 YouTube 上名字叫做关关的视频主，因为一期关于新疆所谓再教育营的视频而火爆起来。这期视频，关关采用一种身临其境、深入虎穴的拍摄手法，独自一人驱车到访新疆实地拍摄。他去的地方就是根据国外媒体 BuzzFeed News 在去年的一篇报道，在地图中所标注的新疆所谓集中营的地点，并刻意采用西方滤镜的惯用模式，营造一种自己处处被监视，冒着极大风险去拍摄的场景。影片配合其旁白解说，将他口中的集中营一一找到，结尾还真人出镜进行了总结。不过最搞笑的却是这句话：2019年香港反送中运动发生时，中国政府控制的警察当着那么多外国记者的面，敢肆无忌惮地打人杀人。我想我频道的香港观众一听恐怕就要笑出来了。2019年香港发生了什么，大家心知肚明。他不举则已，一举香港的例子，反而让其对新疆的实地探访和论断丧失了公信力。公关拍摄的地点我也都一一找到了，一共8地18个设施，稍后再给大家做介绍。这些地方均是新疆各地的看守所、戒毒所、监狱，甚至还有解放军的军营。我认真进行了标注和分析，还真的没有一处能够实锤，就是他们口中所谓种族灭绝的集中营。其实我倒是真希望他能拍到一些什么其他自媒体、官媒，甚至美国高清卫星都拍不到的所谓血棉花、200万囚徒和种族灭绝。但令人失望的是，这期视频当中却一无所获。经过我的调研，他的这次新疆之行是发生在去年，在油管上发布出来则是在今年的10月6日。至于为什么，我稍后再做解释。起初关注者寥寥，毕竟视频中确实没什么料。只不过在11月14日被德国之声以头版头条的形式发布出来，宣称在新疆有了新的实锤证据，才引爆网络。甚至这个关关更被很多东南某岛的网友奉为英雄。大家也知道，外网的环境就是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尽管我从这期视频中并没看出德国之声所谓的新证据，不过这个火爆全网的视频主还是引起了我的注意。这个关关到底是谁？来自哪里？他又为什么这么做呢？为了深挖，我把他所有的视频都看了一遍，并做了记录。尽管国内网络看不到他这期视频，但还是有人在微博上辟谣。可能是鉴于都有关字，最先出来辟谣的是观察者网。文章里面称，油管显示其位置在台湾，下面一众评论也都认为此人来自台湾，明显是楼歪了。实际上从其口音判断，绝不是台湾口音，那么是哪里呢？我们来到他油管上的第一期视频《桐柏山区游记》，里面作者自述小时候经常来这里游玩，看来就住在附近不远。桐柏山在哪里？此地是盘古神话的发源地，位于河南和湖北2省的交界处，所以此人很可能来自这2个省。而视频中的这里，我们听到作者的自述：我今天收拾屋子的时候，翻出来了一本旧相册，这里边有好多的老照片。尽管我不是湖北河南人，但照片2字的发音显示为河南口音的概率颇大，而此地又隶属于河南省南阳市桐柏县。那么关关是不是就是河南南阳人呢？我在他后面一期城乡随拍第1集中找到了答案。这是我家附近的一个十字路口。作者自述为家里附近，而右下字幕显示为河南省南阳市宛城区，所以关关来自河南南阳应该没什么问题了。其次，名字，关关有可能就是他的名，当然也有可能是姓。作姓时以关或管居多。我们再来到看见台北这期视频，视频最后显示为 Francis 制作。我随后将 Francis 和关做了一个组合，竟然在 Facebook 中找到了一个名叫 Francis 关的人。这个人看着怎么这么眼熟？放大后，没错，这就是本期视频的主角关关。看起来 Francis 是他的英文名，而关应该就是姓。Facebook 中并没有他什么动态，只不过曾经在广东深圳和河南郑州签到过，也间接证实了他是河南人的猜测。而且我还找到他在多个社交平台上所使用的 ID， 比如关关时光机、GGTM 和 Francis 关等多次被使用。关关时光机证明他的姓很可能为关而不是管。关既然为姓，那么 GGTM 中的 TM 很可能就是其名字的首字母缩写了。我将这些 ID 在各种社交媒体上进行了查询，除了 Instagram 上的一个 ID 为 FrancisGGTM 账号被设置为私密账户外，其他平台如 B 站、微博、Twitter 等等都被他清理得一干二净。
看起来除了以上的姓名和籍贯之外，他发视频时是否仍在国内，现在又身在何处，也都无法查证了。尽管关关在最新一期视频里显示自己已经出国，但是何时何地如何跑的，他的那期视频又是在哪儿发出去的？我想看到这里，很多观众也是一头雾水。这个人很谨慎，也很有计划性，将自己在国内外平台上的全部动态清理得很干净，很多 YouTube 上的视频也进行了隐藏，看起来能扒的也只有这么多了。不过正当我即将放弃之际，一个推特账号却引起了我的注意。这个账号的名字叫做阿猫阿狗，2018年4月加入，内容基本上是一些琐碎的心灵感触，而且此人失眠严重，每天需要服用安眠药才能入睡。之所以引起我的关注，倒不是他有什么惊人言论，而是这个账号所关联的 YouTube 频道竟然就是本期视频的主角关关。难道这就是改了名字的关关本尊吗？不过也不能排除另一种可能，就是其他网友见关关火了之后所做的冒名顶替。而且纵观他的全部推文，也的确没有自拍的露脸图像。不过其中一条推文却给到了我些许线索，就是推主在今年3月15日修车的图片，注意2018是他的账号 ID 而不是日期。我们还记得关关在到访新疆时也是开着一辆车，那么会是这辆吗？请注意这辆车的颜色和侧窗上方的挡雨板。接下来我找遍了关关视频中所有可能出现汽车的画面。这个人真的很谨慎，他很少拍摄自己的车和车牌号，也许是怕别人通过这辆车锁定他的身份。不过我还是找到了些许片段，在城乡随拍6中，关关从车里出来后，可以清晰看见窗户上的挡雨板，汽车颜色看起来深了点，应该是落的灰尘。注意这里的车牌号已被遮去。而我在另一部川藏线自驾记录1中找到了汽车的侧面照，这个颜色跟外形应该与推特中出现的修车图较为接近了吧？所以根据这辆车，我基本判断了该推特的主人为关关的可能性极大。那么这辆车是什么车呢？这种分辨率又到了锻炼火眼金睛的时刻了。费了9牛2虎之力后，我终于看出原来后备箱左侧上方为 ZOTI 5008，下方为众泰汽车，右侧下方为 1.3， 上方是 ABS。因此这辆车应该为 1.3 升的众泰5008，现早已停产，二手车价格在8000到1万多人民币不等。不过在修车后仅仅1个月，关关就将车卖掉了，而且据他自述，比他买的时候只少了2000元。卖车也就意味着他的跑路生涯随即开启。我追踪了一下他推特上所记录的整个跑路过程。关关加入了各种所谓偷渡群，为跑路做足攻略。不过疫情之下，很多传统偷渡美国的路线似乎都夭折了，进而跑路计划一再推迟。心急如焚的关关甚至还萌生了自杀的念头。于是在各种后备方案中，他似乎找到了一条。这是6月21日的一条推特，上面记录可以先飞到厄瓜多尔，再飞到巴哈马，而巴哈马的北边有一个叫做 Freeport 的小岛，这一路都是免签。这个岛距离美国的迈阿密只有100公里，这样买个小船就可以直接开到美国本土了。这似乎是疫情之下为数不多的选择了。那么关关会这么走吗？我们接着看下去。仅仅1周后，他终于行动了。关关放弃了以前中介给他的方案，决定前往厄瓜多尔，并购买了去深圳的车票。7月2日抵达深圳，并将深圳的安检评价为深圳新疆化，并最终在7月6日登上了飞机，飞往这个中国人并不熟悉的国度厄瓜多尔。但对关关来说却是激动万分。7月7日抵达厄瓜多尔首都基多。我查了一下，中国人到厄瓜多尔旅游虽然免签，但期限为90天。所以既然关关的目的地是美国，那么他就要在3个月内有所行动。这个时间他还不能发布视频，因为还有签证到期被遣返回国的可能。在厄瓜多尔2个多月后，9月27日，关关再次出发了。9月27日的推文表明，他开始整理行李，里面写明他是09年上的大学，所以推估为91年左右出生，30岁出头。接下来的推文直接跳到10月9日，关关表示已经抵达美国了。具体抵达的时间并不清楚，不过他 YouTube 上所发川藏线自驾记录第1集是在10月1日，所以推测大致是在那个时间左右。至于是否是按照此前的计划从厄瓜多尔飞往巴哈马，
他从巴哈马北边的小岛 Freeport 划着小船前往美国的呢？推特并未披露，这个就留待关关本人以后亲自解答吧。偷渡到迈阿密后，关关并未多做停留，而是到了纽约，并在那里找了餐馆打零工贴补日常开销，并在凌晨曼哈顿的熨斗大厦下拍了一张照片。当天德国之声把他1个月前发布的关于新疆的视频公布在了头条，之后他就火了。而后他还发布推特说，愿意公开的会放到推特和 YouTube 上，所以本期视频也并没有曝光他的任何隐私，因为都是他公开的信息。关关的个人信息有了，何时离开中国，何时到达美国也都有了。接下来就来看一下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我想他那期视频大家印象最为深刻的，恐怕就是关关爬上一个山坡，从那里偷窥一个在建营地的细节。他的拍摄地点我也找到了，我们来到地图，在达坂城区近郊的一条小路，顺着小路而上，会先穿过一条铁轨，穿过铁路桥，道路很快就变成了碎石路，而后到达一个山坡。关关正是在这里爬上了山坡进行了拍摄，还可以说不敢站起来，怕被人发现。周围毫无遮挡，所以只能爬上山头拍摄，还不敢站立拍摄，怕被人注意到，营造出一种身陷险境的场景。但这片区域真的人迹罕至，没人敢接近吗？关关最新的那期视频却给出了答案。我在开进这条路的中间的时候，有一个水塘，然后还有人在那钓鱼。我出去的时候，果断情面的跟对方谈谈。他所谓的湖正是这里，可见这个地方并没有像关关所说的那么戒备森严，相反，任何人都能来，还能在湖里钓鱼呢。关关的这期视频去了8地，共18个设施，我看了一下，几乎没错，看起来的确是做了功课。除了一处没有找到，是因为实际地点是在那片空地的东南约 1.9 公里处，略有瑕疵，但这并不是重点。去年那篇文章的作者艾利森·基林也在第一时间进行了转发，并声称这个中国人证实了他们去年报道的真实性。这个女人的姓比较特别，叫做 Killing， 是个英国建筑师，不过却不务正业地做起了在新疆标注看守所和监狱的生意，竟然还因此获得了2021年的普利策国际报道奖，实在是滑天下之大稽。我要是去了，岂不是也可以1年拿上一个？这种摇棍将看似专业的手段用在莫须有的指控上，骗得过无脑的井底之蛙，却骗不过理性思考的人。就连美国的网友都看不下去了，在他的推文下回复道，在美国每个州每座城市都有监狱，如果一名中国人去到那里，看到监狱里大多是黑人，因此就可以得出结论，美国也在进行种族灭绝吗？可谓直中要害。紧接着有人护航说，中国记者不会因为那样做而被捕啊。立刻有人回怼，是的，但有一名叫阿桑奇的澳大利亚记者因揭露美国的反人类罪而被投入监狱，而且还举了丹尼尔·黑尔的例子。这个人可能大家并不熟悉，丹尼尔因为揭露美国在阿富汗期间使用无人机杀死的 90% 为平民，而在今年7月被判入狱，实实在在的美国吹哨人。如此看来，他的这些新疆莫须有的指控，连很多美国人也知道是假的。那么问题来了，关关明知道他拍的不过是一些普通的看守所、监狱或者戒毒所，警戒和监控也不过是新疆正常看守所的标准配备，但依然误之为种族灭绝的集中营，到底是为什么呢？他的一则推文给出了答案。这是今年4月15日卖车时，他的推文说，当初买车的时候24小时内搞定，不墨迹，因为他知道他拿到车要干什么，完成最终目的最重要。这个最终目的自然就是偷渡美国喽。以关关此前在国内无业游民的状态，想通过合法途径办一个10年期的美国签证，自然难上加难，所以就得选择偷渡。而那期关于新疆的视频刚好就是投名状。这位网友也说了，就凭你在油管上的那一支视频，就足以让你在美国好好生活下去了。未来能否好好生活，我无法预测，但关关通过这种非法途径偷渡美国，想要长期留下来，就只能是申请政治庇护这一条路了。这才是他当初买车远赴新疆拍摄的真正目的。好，那本期视频就录到这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